蓝忘机死了，魏无羡简直不敢相信，死了也那么俊俏啊！魏无羡更不敢相信了，不相信之余还很是嫉妒。可眼前这头戴抹额、一身白衣、执剑负琴的，不是他大名鼎鼎的韩光俊又是谁？这荒山头没半点活人气，到了夜里孤魂与寒风齐哭，那鬼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耸立在满地白骨中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一身生鬼勿近的凛然气，把周遭路过的野鬼吓得身子直发软，飘都飘不稳了。魏无羡欺负那鬼被定身法阵困住，没法动弹，恬不知耻地凑近身子看了个够。蓝忘机本就肤白胜雪，现在做了鬼，也没觉得脸色苍白的突兀，和活着时比没两样，就是嘴唇少了几分血色，不过还是极为好看。魏无羡不合时宜的丧气想着，果然，好看的人就算做了鬼也好看，比不得比不得。可蓝忘机看见他的表情，当真如同见了鬼，两颗琉璃色的眼珠子瞪得像是要掉出来了。魏无羡起初以为他是见到熟脸一时激动，可蓝忘机眼睛越瞪越大，仿佛是扎根在他身上，要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个透。微微泛白的嘴唇抖得厉害，眼眶发红。魏无羡甚至有种他下一秒就要哭出来的错觉，就算是活着的蓝忘机也极少流露如此惊恐的神色。魏无羡硬是被他赤裸裸的目光盯出几分不自在来。看什么啊？我真有那么吓人？说着为他解开了法阵。这山头没有镜子，魏无羡死后也从没想过照镜子，但蓝忘机这块被吓哭的样子，倒真让他好奇做了鬼的自己到底是有多不堪入目了。谁知刚一解开法阵，蓝忘机便双手向前往魏无羡一扑，却落了个空，身体活生生地穿过他，一个趔趄摔在了地上。魏无羡本能地上前想扶他，这才反应过来碰不到，顿觉自己格外可笑，差点就步了蓝忘机的后尘。而就在这时，他鼻子里传来一阵气息，在蓝忘机身上惯有的檀香味里，氤氲着一丝极为隐秘的酒味，换作其他人很难察觉，可魏无羡生前便爱酒爱得痴迷，死后更是有一大半时间都用来钻研各种佳酿，酒味不可能逃得过他鼻子。可向来滴酒不沾，家族明令禁酒的蓝忘机身上怎会有酒味？他还未来得及多想，就见蓝忘机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低头看了看双手，又抬头看了魏无羡一眼，随即又要扑向他，不出所料又是一摔。魏无羡叹道：哎呀，你急什么？你我现在同为鬼魂，碰不到的。你……蓝忘机声音颤抖，却说不出下一个字，只呆呆望着他。我什么啊？韩光俊，你还好吧？魏无羡见蓝忘机迟迟不从地上起来，慢慢走近，在他身边蹲下。哎，没吓傻吧？这是几？说着比了3只手指头。蓝忘机像是完全看不见他的手，只死盯着他的脸不说话。还记得我不？我是魏无羡啊！你别真是吓傻了吧？蓝忘机总算开口：魏婴，还记得我的名，看来没傻，不错不错。魏无羡拍不到蓝忘机的肩，就在他肩膀上方挥了挥手掌，意思，却眼看蓝忘机肩一震，一手伸向他的脸，再次扑了个空。哎呀，都跟你说了碰不到的，怎么听不懂话呢？魏无羡颇有几分不耐烦，可一抬头却见蓝忘机此刻脸色难得的恍惚，心里莫名一软，叹了口气，柔声解释道：你现在元神不稳，又未习得触灵术，是没法碰到其他鬼魂的。你要是想学，我慢慢教你嘛。来，我拉不了你，你只有自己起来了。蓝忘机乖乖从地上爬起来，也不再瞪眼睛了，只是愣愣地望着他。生前的蓝忘机眉眼间仿佛总守着规矩，此时此刻脸上却像是有什么融化了，看上去没那么凌厉，却年幼了几分。魏无羡想起过去捉弄蓝忘机时，他看向自己的目光无不是肃然冰冷的，到后来射日之争，两人矛盾升级后，更是带上几分不由分说的决绝。现在遇上这个乖乖听话的蓝忘机，倒是让他有几分手忙脚乱了。哎，其实做鬼也挺有意思的。魏无羡领着蓝忘机回自己住处，见他一言不发，只得笨拙开口打破尴尬：你不用怕，我明白这一时半会不太好接受，不过，至少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你，咦？回头却见蓝忘机不动了，
魏无羡一眼就看见蓝忘机脚下的细绳，那是扮鬼绳，一不小心踩上去，好几个时辰都没法动弹。这荒山头上四处都是诸如此类的小陷阱，魏无羡早已习惯了边走路边长个心眼，本能的就给绕了过去，却忘了一旁毫无头绪的蓝忘机。就在这时，树丛里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鬼笑。魏无羡伸出两指，对着扮鬼绳隔空一点，绳子即刻断开。准又是那帮捣蛋鬼，真不该教他们这些小把戏，整天就知道欺负新鬼没心眼。蓝湛，你别介意，待会儿我教训他们去。魏无羡占地为王的这块荒山头，据说只有死相最难看、煞气最重的残鬼会沦落至此，投胎转世是没指望了，只得等着与苍穹乾坤共湮灭。别的鬼被发配到这儿，都觉得鬼生无望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。反观那魏无羡，倒是过得如鱼得水，反正生前被人唾弃惯了，死后落得个永世不得超生的下场，也算是相得益彰。再说了，魏无羡虽然人缘差，可鬼缘好，到了这阴间，没人不敬他夷陵老祖3分的。他便靠着这身前积累的恶名，占了山头做起霸王来，每天带着底下几个小鬼种土豆酿酒，和那人间井水不犯河水，小日子过得好不自在。今夜却有一小鬼来报，说不知打哪来了个模样好生正气的鬼，看打扮气质，生前怕是仙门之人，刚死不久，也不知是犯了什么晦气，竟然会落到他们这破地方来。魏无羡一听穿着描述，准是姑苏蓝氏人没错，可他们蓝家人没一个不是品行高洁、作风端正的人中君子，死后再怎么也是堂堂正正的投胎在世为人，哪会沦落到这永世不得超生的阴煞地界来？魏无羡正想着是哪个蓝家人如此不走寻常路，这就看到已被巡逻小鬼用定身法阵困住的蓝忘机。魏无羡当真愣住了，是谁都不该是他蓝忘机，不过好歹算是遇到一张熟脸，天天跟一群没见识的小野鬼待在一起，虽说乐得没心没肺，但还是没个真正能聊得进去的鬼。现在遇到蓝忘机，魏无羡突然觉得有几千几百句话在嗓子眼堵着，想一句句都说给他听。他翻找出2只蒙了灰的木质酒杯，那还是他自己捡木头做的，可习惯了抱着酒坛喝，便一直没用过。他拿湿布把酒杯来来回回擦拭了好几遍，才摆在2人身前，斟好酒，问：离乱葬岗围剿已过去多久？蓝忘机说1个月。才1个月。魏无羡差点没把刚酿好的桂花酒喷出来，我怎么感觉都过去几10年了呢？当真只有1个月？蓝忘机不说话，只看着他。魏无羡被看得有点害臊。也是，蓝湛怎么会骗人？他道：哎呀，也不能怪我不信你，我待在这鬼地方，真感觉不出来过了多久，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辈子了呢。蓝忘机道：人间的事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，也不记得。蓝忘机眉头一皱，我记得发生过些什么，却不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过，就跟看话本差不多吧。魏无羡喝了口酒，竟觉得酒气有些熏眼睛。不提这些了，韩光俊，说说你吧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才刚死1个月，你就急着生死相随啊？发生什么了？蓝忘机云淡风轻，业力。魏无羡应道：哦。见蓝忘机无意详说，也不好再问，又为自己斟满酒，对蓝忘机举杯。魏无羡道：尝尝嘛，我昨天刚酿好的桂花酒，绝对是酒中极品。蓝忘机看了身前的酒杯良久，方才开口：家中敬酒。魏无羡歪头道：蓝湛，你好虚伪，刚刚你身上酒味都让我闻到了，还说自己不喝酒。本不该喝。魏无羡在心里叹气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古板，没劲。可蓝忘机没劲，魏无羡使坏的劲却上来了。他眼珠一转，灵机一动，突然消失不见，桌上只留下一个半空的酒杯。蓝忘机眼见好一个大活鬼就这么凭空消失，猛地站起来，身后的椅子被踢倒在地。魏婴！蓝忘机急声大喊，张望四周。魏婴！可这房里哪还有第2个鬼？蓝忘机双眼放空，呆站在原地不动了。就在这时，桌上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蓝忘机闻声，茫然垂下眼睛，却见不知何时桌上蹦上一只雪白的兔子，
正蹲坐在魏无羡没喝完的酒杯旁，若无其事地啜着，接着又抬头望向蓝忘机，似乎是对他调皮地眨了眨眼。你，哈哈哈哈！就在这时，白兔化身为一个捧腹大笑的魏无羡，嘴角还渗着点桂花酒液。蓝湛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好骗？哈哈！蓝忘机却未如他意料的恼羞成怒，只僵僵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不说话。怎么啦？吓到了？魏无羡见蓝忘机脸色铁青，眼睛泛红，有些手足无措，怕是玩笑又开大了。哎呀，这都是些雕虫小技，做鬼的都会的。变白兔变山鸡算是低阶的了，我几天就能把你教会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学？